今年夏天，美国房地产市场分别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由于去年10月，密苏里州的联邦陪审团判决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也就是 NAR 以及多个经纪公司因为违反反垄断法，需要赔偿18亿美元。然后呢，在今年的3月15日 ，NAR 呢与诉讼的原告达成了一项价值4.18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同意放弃对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并且呢修改长期以来由卖方来订定买方经纪人服务报酬的框架，作为减少赔偿金的这个交换。新制度呢在8月开始实施，我们将继续的观察这项改变呢对市场的影响。第二件引人关注的事件呢，是美联储在2024年的9月18日宣布调降利息2个基点，这个是自2022年3月开始加息以来的首次降息。预计在年底前呢还会有1到2次降息的机会，相信这个会缓解许多贷款人的压力，对房屋市场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暑假的结束，根据 NAR 的数据8月份加州的成屋销售数量呢与上个月相比下降了 1.4%， 挂牌上市房屋的数量呢也下降了 4.5%。 我们注意到了旧金山湾区的房屋销售在5月份达到了高峰之后，逐渐的呢就趋于平稳了，库存稍微低于上个月。以东湾为例8月份的库存就比上个月减少了 4%，但是同比去年的8月只是增加了 43%。 南湾的库存数量呢也比7月份减少了 10%， 但是与去年的8月相比呢只是增加了 13%。 东湾的中价位房价在4月达到了126万的高峰之后呢，只有在6月小幅回升，到了8月只是降至了103万美元，同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多美元。南湾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中价位的房价呢在5月份达到了202万的高点之后一路下滑，8月的平均价呢跌至了182万美元，与去年的8月持平。成交量方面，自5月份达到了高峰之后，东湾8月份的成交量比上个月少了40件，同比去年则是增加了31件。南湾也是类似的情况，成交量比前一个月少了143件，同比去年呢则是增加了61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8月份各地区的统计数据，了解当前湾区市场的具体情况。首先是880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这里挂牌房屋数量大部分上升，其中 Union City 的挂牌数量超过1倍， Albany 的库存也增加5%， Alameda 和 San Lorenzo 的库存则是下降的。这个地区房价在8月份有涨有跌，其中 Albany 的涨幅超过4%， San Leandro 则有1%以上的跌幅。成交量方面并未受到库存上升的激励，大部分城市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 Castro Valley 和 San Lorenzo 就都有近3%的降幅。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的城市，这里挂牌数量只有 Martinez 下降 25% 外，其余城市的库存都有增加。房价方面，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都低于去年同期，只有 Concord 和 Walnut Creek 的房价有小幅上涨。成交量方面，同样是受到再等等看的心理影响，大部分城市是下降的局面， Martinez 下降近3%。下面是 La Miranda 的城市， Lafayette 和 Orinda 的挂牌数量上升， Moraga 的挂牌数量则是减少 6%。 平均房价除了 Lafayette 上涨 16% 外，其他城市是下降的。成交量方面， Orinda 的表现不错，增加数量超过1倍， Moraga 也有7%的升幅。我们再来看看山谷地区的销售状况，这里的挂牌数量除了 Danville 是下降外，其他的城市都是上升。其中 San Ramon 的数量比去年多了1倍以上， Alamo 也有8%的增幅。房价方面， Danville 和 San Ramon 上升，其他城市都是下跌的趋势， Dublin 的跌幅达到2.5%。
成交量方面，除了 Alamo 和 Danville 下降外，其他城市都有增加。Dublin 的升幅达到2%。接下来我们看看南湾的城市，这里挂牌数量除了 Campbell、Milpitas、Mountain View 和 Palo Alto 下降外，其他城市是上升的趋势。其中呢 Sunnyvale 的挂牌数量比去年增加了2%。由于南湾占了 Silicon Valley 的地利的优势，房价方面明显比东湾要好一些。当中呢，只有Los Altos 和 Saratoga 下降， Sunnyvale 的均价呢则是比去年增加了1%。成交量方面，除了 Campbell、Los Gatos 和 Mountain View 的成交量下降之外，其他城市都有增加。目前东湾的挂牌天数为16天，南湾的平均挂牌天数为12天。8月份的数据显示，房屋库存与去年相比呢明显的上升，销售量同比呢也有增加，但是房价却是略低于去年的同期。这代表在面对更多选择的同时买家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更加的谨慎。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市场的表现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房型上呢的差异正在逐渐的加大。例如一些热门的城市或者是好学区仍然存在多个买家竞争的情况，反之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或者是本身较难出售的房型，只是看到卖家开始降价来吸引买家。另外根据 NAR 8月份的数据，全美现房销售量下降了 2.5%， 这个是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低销售速度。尽管贷款利率下降了，而且呢库存也增加了，但是疲软的销售数据说明了购房者对于目前房价的负担能力依然是不足的。湾区8月份的表现呢，则是显示了购房需求仍然是超过了美国许多其他的地区，但是呢房价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差异，而且呢这种差异呢正在逐渐的扩大。另外 NAR 的新制度呢也为市场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您有购房或者卖房的计划，又或者对特定的市场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随时与我